家好，我是妍妍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有关透明木材的实验。然后这支影片是记录我们的实验过程跟分享给大家的制作方法。好，首先介绍一下透明木材是什么呢？透明木材呢，就是这个是我们的木材，然后经过一番处理之后，就会变成透明的样子。这是之前用比较小块的木片做成的。它呢就是会是透明的，对，就是透明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实验器材跟实验原理。这个是飞机木，就是我们这次使用的木材叫飞机木。然后呢，其实还有各种不同的木片，像这个应该是胡桃木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榉木吧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榉木。对，好，但是呢，经过我们多次的实验之后，发现飞机木的效果是最好的，就是拿来做飞机的那种木头。然后呢，木头里面呢有木质素跟纤维素两种东西。那木质素呢是主要让木头有颜色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清除木质素的话，就可以让木头变得没有颜色。那要怎么清除木质素呢？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氢氧化钠跟这个亚硫酸钠，这两个都是强碱。那如果我们把木头泡到强碱水溶液里面的话，木质素就会被溶出来。溶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要清除纤维素中间的杂质。那要怎么清除呢？要用这个双氧水，用双氧水漂白，让木头空隙内的色素变成白色的，这样到时候比较方便让它变成透明的。跟环氧树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填充环氧树脂的部分。那为什么要填充环氧树脂呢？就是环氧树脂是透明的，就是可以拿来做模型的东西。那我们把环氧树脂填进去之后呢，木材就会变得是透明。木材清除掉纤维素之后会变成白色的状态，但是呢，不对，不是但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填入环氧树脂，它就会变成透明的。那要怎么填入环氧树脂呢？就是我们要先把木头泡到酒精里面，这个是酒精，然后再泡到环氧树脂里面，这两个是环氧树脂，用一定的比例调配之后就会凝固。好，然后泡入环氧树脂之后呢，再把它放入抽真空机里面，然后这个是抽真空的马达，然后这个是真空箱，对，就是把它放到真空箱里面，它就会开始抽真空，对。那为什么要泡酒精呢？就是酒精在低压的环境下，就是真空非常低压的环境，酒精在低压的环境下会挥发，那挥发的时候就会把纤维素中间的空隙里面的杂质也带走，那就可以让环氧树脂跑进去空隙里面，它就会变成透明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是一些器材的部分。这个呢是刮勺就是在用这些化学药品的时候要用的东西，因为这些化学药品不能用手碰，很危险，因为它是强碱，你的手会被腐蚀，所以要记得戴手套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搅拌棒，就是呢我们的木材在煮的时候呢，要用搅拌棒这样子，然后这样搅拌，跟这样把它夹起来，像筷子那样子，就是手也不能碰到这些强碱的溶液，手才不会被腐蚀掉。对，感觉好诡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是细胶垫。细胶垫就是因为环氧树脂本身它硬化之后，你就不能再改变它的形状了，你也很难移动它。但是呢，如果它在细胶上面的话，它可以非常容易的脱模，所以我们使用细胶来对付环氧树脂。好，这个是纸杯，那我们为什么要用纸杯呢？就是我们要把它拿来调环氧树脂。环氧树脂刚刚有稍微带过，就是呢，它有一定的比例才能硬化。像这个环氧树脂是2:1，那我们就在纸杯里面调2:1的环氧树脂，才能让它成功的硬化。然后这个是大烧杯跟小烧杯，就是拿来煮木头跟调配溶液用的。好，这个是电子秤，就是你在调配各种比例的溶液的时候，
可以用它来量重量，比较好调。然后这个是刚刚介绍过的抽真空的马达跟真空箱，这个呢是黑金炉，就是呢，可以拿来加热的东西，这样它才能溶出木质素。100跟50。现在调了100克的氢氧化钠，用电子秤测量的100公克的氢氧化钠，然后我们把它倒入1000 mol， 也就是1公升的水里面。好，那这个是倒完的氢氧化钠水溶液，然后提醒一下，倒的时候要分次的倒，因为氢氧化钠碰到水的时候会发出高热，所以要让它一次一次慢慢的加进去，然后也才不会让氢氧化钠弹出来。然后操作的时候记得全部都要戴手套跟口罩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测50克的亚硫酸钠。51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就是50克的亚硫酸钠，然后一样倒进去。好，这个呢就是调完的氢氧化钠跟亚硫酸钠的水溶液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木片剪成适当的大小，然后放到烧杯里面，然后拿着黑金炉上去加热。加热的时候呢，建议用一个小盘子，像这样子，放在烧杯上面，这可以阻止水蒸气蒸发，也可以让水蒸气如果不小心蒸发的话呢，它会在盘子的底部凝结成小水滴再滴回来，你就不用在加热的时候一直加水，不然你没有用小盘子的话，可能1-2个小时之后就要再加一次水，还蛮麻烦的，对。好，接下来就把它拿到黑金炉上去加热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木片放到溶液里面去煮了。那在煮的时候，建议在开放的空间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实验，记得在开放的地方操作，才不会有任何的安全上的疑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先把黑金炉打开，调到大概第2的火力，然后把木片丢进去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大概让它煮大概8到10个小时。那记得随时注意需不需要加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等8到10个小时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已经把木头煮了大概8到10个小时以上了，那现在就可以把火关掉，然后把木材取出来。那可以看到这个木质素溶出来的时候，原本透明的溶液会变成有木头的颜色。那你会发现把木质素溶出来之后，木头就会沉下去。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。那拿的时候小心，因为上面这个很烫，所以要记得用抹布垫着，然后要记得戴手套，因为强碱有可能会弹出来。然后接着我们用搅拌棒把木头夹出来。
好，那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这个木片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的透明了吼，但是还是没有非常的明显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再泡双氧水漂白，然后再进行接下来的步骤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些木片用双氧水进行漂白，那我们就把双氧水加进去。现在木片开始剧烈的冒泡，那操作的时候建议放在比较大的烧杯里面，不然泡泡会冒出来。然后建议戴一下口罩，因为会发出刺激性的臭味。好多泡泡。然后我们现在再加一次双氧水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它已经差不多变得非常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步骤，也就是拿去泡酒精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泡酒精的部分。我们要把木头泡到酒精里面。那在泡酒精的时候呢，建议可以让泡酒精的时间久一点，可以让酒精充分的进入到木材的空隙内。那我们使用的是95%的酒精，那它跟水的结合度很强，所以不要用手碰，不然会有危险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木头泡到酒精里面，大概10分钟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调完了环氧树脂，现在正在搅拌。搅拌的时候不要太快，不然会把气泡带进环氧树脂里。那等一下搅拌完之后，我们就要把环氧树脂放到抽真空枪里面去抽真空，把它里面的气泡抽出来。这样子它在填入木头里的时候，木材的空隙里面才不会有气泡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把环氧树脂放到真空枪里面去抽真空了。我可以看到现在气泡都已经冒出来了，那这些就是原本在环氧树脂里面的气泡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把木头填入环氧树脂了。首先，先把木片从酒精里面夹出来，然后放到细胶上。好，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细胶上并不能放太多片木片，然后也不能放得太密集，不然它们到时候会粘在一起。那接着倒入刚刚抽完真空的环氧树脂。
建议不要倒太多，倒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在木片上倒上环氧树脂了，记得只要倒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不用倒太多。那接着要把木片翻面，这样子才能让木片两面都吸到环氧树脂。要记得让两片木片不要靠得太近，不然最后会粘在一起。那现在拿去抽真空枪里面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放入真空箱里面。好，那现在开始抽真空。可以看到木片的上面已经开始冒泡泡了，这些就是木材空隙里面的空气。现在作用的非常的剧烈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冒出非常多的泡泡，是因为我们刚刚木头在泡酒精的时候，里面这些酒精现在在低压的情况下就挥发了，所以这些泡泡都是酒精的蒸汽。那现在我们把枪内的气压恢复成正常的气压。那在恢复正常的气压的时候呢，环氧树脂就会跑到木材的空隙里面。好，然后重复这个步骤。好，那现在可以看到泡泡已经越冒越少，那就代表说里面的酒精已经跑出来的差不多了。那环氧树脂应该也吸进去不少了。那看到这两片木片都已经有一些透明的纹路出现了。好，那现在已经抽完真空了吼，那我们现在把木头先拿出来看一下它的透明度。那虽然说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到非常的透明，但是呢，是因为环氧树脂还没有干的结果。如果我们到时候等环氧树脂干了的话，它会变得非常的透明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它这边的边边跟这边已经是非常完美的状态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我们再这样静置1-2天，然后再把木头拿起来的话，那它就会是一片透明的木材了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透明木材的成品。
那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非常透明的木片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进行拆卸。好，那把它拆下来之后呢，这边多余的环氧树脂的部分都可以用剪刀或美工刀进行裁切，让它变得比较漂亮的形状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透明程度。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透明，的底下的字都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透明木材的成品。那我们这次总共的花费呢，基本上都是些不到100块的化学材料跟药品。那最贵的就是那个抽真空的设备，那台设备也是可以再重复使用的，所以并不算是一次性的花费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用的花费其实都是非常廉价的。那我们的步骤也非常的简单，那我们就可以做出这个透明的木材。那之后的研究方向呢，可能是以透明木材的透明度啊，或者是它的尺寸大小等等的变因来进行研究。